不用这么惊讶吧？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是演过舞台剧吗？可是别的学院都开始筹备校庆节目了，我们法学院再不开始就来不及了。我还听说你来出演女主角是电影博物馆的馆长特别推荐的。咱们院长现在可是把战胜戏剧学院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不会吧？每年校庆戏剧学院的节目都是一等奖，但我们法学院好像从来就没在校庆中拿过奖。恐怕在人家戏剧学院眼里，我们毫无威胁吧。这也是今年院长铁了心要排舞台剧的原因。往年法学院总是搞法制进行时这种说教类节目，校友们谁看了不是绕路走？哎，听说去年与时俱进弄了个律师办案的直播，很多人还以为是悬疑侦探类的，结果就看到被直播的学长学姐不是熬夜奋战改报告，就是熬夜刷绿考题，黑眼圈重到堪比大熊猫。好容易案情有了进展，大家都觉得刺激的部分要来了，还因为保护委托人隐私卡掉了。唉，要不是法学院的金字招牌在，恐怕去年招生都要招不到了。所以啊，院长打算向第1名的戏剧学院学习，人家年年排舞台剧，我们也来排。哼，院长说，戏剧学院能做到的事，我们法学院也可以。院长还说，我们法学院的录取分数可比他们戏剧学院高。这个啊，老师他听说这个安排，连夜去首都出差了。不仅如此，你猜猜看，舞台剧的男主角是谁来演？给你个提示啊，就是咱们律所的人。可不就是他，而且是老师强力推荐的。戏剧学院的学生和毕业校友大多是演艺明星，随便找一个都是俊男美女。我们要想和戏剧学院竞争，首先在外形上就不能输给对方。老师说了，左然呢，在法学院历届毕业生里别的都不出色，嘿嘿，就颜值还可以。内举不避亲，他觉得左然演男主角一定能行。你看左律师都答应了，你就别推辞啦。别可是了，你和左律师是搭档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去演左律师的女主角吧？我可听说这次要排的是一出爱情剧，恐怕少不了亲密戏码。哎呀，好，工作啊！不过，你真的能接受左律师和别人演情侣或夫妻吗？比如，演个吻戏。我喜欢你的衣服。
我喜欢棕色，我喜欢你的眼睛，还喜欢你脸上的其他部分。我就知道你会答应。不管什么理由，你同意了就好。同意什么？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谁惹你了？我来的路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她……啊，其他人都出外勤去了。你快说，老师找你什么事儿？让我出演校庆舞台剧的事，是不是你撺掇母亲的？啊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可没有这么大本事，这是老师自己的主意。再说了，你也知道院长有多喜欢你，就算老师不提，他估计也会给你安排上。院长今年是怎么了？小道消息，我们院长是在和戏剧学院院长比钓鱼的时候，中了激将法。那左律师会出演吗？不演，我等下就给院长回电，推掉演出。我刚接到一个跨国公司的境外融资委托，等下来我办公室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等等，我奉劝你再考虑考虑。没什么可考虑的。如果女主角是她呢？怎么样，演不演呢？这次的剧目是爱情剧哟。你想参演舞台剧？案子不会占有太多时间，能以此为契机，与院长和馆长社交，对拓展人脉很有好处。我也不擅长，但我想，如果和我配合的人是你的话，我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会出演的。太好了，能看到左律师和你一起出演舞台剧，堪称是有生之年啊！我忽然对今年的校庆节目有信心了。果然呐，人的本质都是双标的。翟星，你消息这么灵通，知道演出剧目具体是什么吗？我又不参演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知道，据可靠消息，院长选了戏剧学院最拿手的莎士比亚的作品，说是要正面对决。校庆的话，估计会是个喜剧吧，比如《仲夏夜之梦》这种。但愿吧，我们法学院的脸面在此一聚喽。
只要是莎士比亚的作品，我们都可以的。抱歉，2位，真的没有了。馆藏的服装道具大多是影视剧中使用的，很少有舞台剧的。这还是前2年有一部奥赛罗改编的电影上映，我们才做了相关的收藏。2位是在为未名大学的校庆准备节目吗？我妹妹就是未名大学的学生，我听说你们学校的校庆节目是要评奖的。一般来说，喜剧固然能博人一笑，但悲剧却往往更令人印象深刻，更能打动人心。不是有句话叫“女生虽然喜欢让他笑的男孩，但最终会选择让他哭的男孩共度余生”。只要演绎得好，用悲剧参赛更有优势。不是案子的事，是校友会那边发来的消息。恐怕我们没得选了，只能演奥赛罗。为了这次演出，学院原本准备了3个剧本，但因为租不到道具，现在都不能用了。正巧，戏剧学院去年排过奥赛罗，愿意把改编好的舞台剧剧本给我们用，所以，就算是将就剧本，我们也只有这一个选择了。啊？哦，我妹妹是戏剧学院的，表演系。好的，这边请。抱歉，在想事情走神了。走吧，我们去租借道具。我已经给其他校友发了信息，他们在来博物馆的路上了。等下他们会和我们一起把所有道具运回学校。你喜欢坐在这个位置？迟到的话，不是应该选后面的座位才更隐蔽吗？我很少迟到，但这个位置也是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的座位。我大学时候就开始和老师一起处理案件了，经常是一上完课就要卡着时间去见委托人。这里靠走道又离门近，能让我在一下课就快速离开教室。看黑板的时候也不会因太近而总仰着头。不能算成功。有一些我给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标，我还没实现。
还要更加努力才行。为什么会觉得我有压力？让你看出来了，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不，你做得很好。尽管委托人很挑剔，可你提交的报告他是非常满意的。让我有压力的，并不是工作上面的事。我说了的话，你不许笑话我。如果知道参演的剧目是《奥赛罗》，女主角又是你的话，我当初就不会答应了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觉得你演不好，我是觉得自己演不好。奥赛罗讲的是威尼斯的将军奥赛洛的爱情悲剧。奥赛洛打破阶级与种族的限制，娶了元老的女儿泰斯蒂蒙娜，因此被手下的奇官伊阿古记恨。伊阿古利用泰斯蒂蒙娜遗失的手绢，挑拨奥赛洛与泰斯蒂蒙娜的感情，污蔑泰斯蒂蒙娜出轨奥赛洛的副将。最终，奥赛洛听信谗言，亲手饿死了泰斯蒂蒙娜。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，奥赛洛愧悔万分，选择了自尽。你是我的搭档，我最信任的人。无论在哪一个舞台，法庭也好，剧院也好，站在我身边的人都只会是你。所以我没办法想象我们彼此背叛的场面，哪怕只是一场戏。我更加无法想象你在我手中窒息的样子。我觉得我无法胜任这场演出，也觉得这出戏剧对我们来说不太吉利。有没有觉得我很迷信，一点都不理智？我犹豫过，但很快就找到了答案。我不会辞演的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让我做出决定的不是那些人情世故。你刚才说，如果现在你辞演的话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，所以你无处可逃。那我又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舞台上呢？让我忧虑的是你，给我勇气的也是你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挑战的。还记得我在生日时候许下的愿望吗？我们生命的每一天，都是在时间中的旅行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，尽我们所能，珍惜这段美妙的旅程。我不会辞演，但我想向你借一点勇气，来完成这段表演。我也希望，我在你身边时，也可以给你勇气，帮你完成演出。《》。 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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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》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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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።።k
上天为我作证，我请求你们把她嫁给我，不是为了贪尝人生的甜头，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我唯一的动机，只是不忍心让她失望。问题不在你身上。他这么担心债券发行计划泄密，不是无凭无据的。这家公司内耗十分严重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。他表面看起来是千叮万嘱怕我们泄密，但他更忧虑的恐怕还是有内鬼，只是他不能明说。哦，你是这么认为的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不能更赞同你的观点，不过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个见解。沟通，在亲密关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从伊阿古进谗言开始，到奥赛洛铸成大错为止，他都没有好好与泰斯蒂蒙娜沟通过。如果在奥赛洛第一次听说泰斯蒂蒙娜不忠实，就与他和其他当事人当面对质，或许误会就解开了。但他没有，他被怒火蒙蔽了双眼。而泰斯蒂蒙娜也没有在奥赛洛第一次发怒时就追问到底，他自以为的顺从，反而助长了奥赛洛的怒火。这大概是受限于那个时代并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吧，所以这是一出悲剧。一定怎么样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我有心事，我会及时告诉你的。我们之间不会有误会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学校吧。演出服装已经改好尺寸了，今天要定妆。仔细检查一下，关键文件都不要带出律所。你的 U 盘里装的什么？包给我吧，我们出发。罗宇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虽然我在大3的时候就转学走了，但也能算是未名大学的校友吧。我为什么不能来？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左律师。你带着一个入行不久的新人承接那个融资案，很吃力吧？我猜他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大部分事情还是要你自己做。如果你是想给蔡浩宇和刘伟的败诉找借口，似乎话说反了。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左然，往前看吧。如果你愿意带着融资案来巴德尔律所，我们可以为你配一个更有经验的搭档。左律师，无视女士的请求，太不绅士了吧？如果你最近精神状态不佳，
我可以为你推荐几位有名望的医生。我是律师，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快让我看看这是谁？是我们威武的奥赛罗将军啊！如果我们的演出不会成功，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奥赛罗太过俊美了。神啊，请宽恕我的灵魂吧！我为什么要伤害奥赛罗？他是那么的美好，他就像是降临人间的阿波罗。啊，过奖了。雅古，不如你现在就去找埃斯克罗斯改剧本，我们把悲剧改成喜剧吧。那他恐怕不擅长。亲爱的，不要着急，我们还是先把美丽的 Testimona 请出来吧。她在哪儿呢？神呐，瞧瞧这一对才子佳人，瞧他们望向彼此的眼神。他们一定是感受到了丘比特的指引，就像戏文里一样。你如同出现在我黑暗生命中的天上繁星，闪耀光华。你的花容如天使般圣洁，你心灵中的善良抚平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。在喧嚣平息之后，暮色降临，我却再次得到无尽之爱。我的 Testimona， 欢迎来到塞浦路斯岛。这应该叫戏剧学院的人来看看，我们法学院的戏演起来可不比他们差。能允许我与 Testimona 单独说两句话吗？哦，当然当然，我们这就离开这间更衣室，不打扰你们俩找感觉。这个衣服自己穿会很麻烦吧？带子松开了。刚刚这个带子挂在你侧面的裙撑上了。不，很好看。比你之前的任何着装还要好看一些。我以前对文学家们的修辞很少能共情感受，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可以用圣洁、谪仙临凡之类的词汇描写女性的美。有时候我觉得那都是夸张的，只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法。与以花比人一样，都是一种相似感官的比喻而已。
因为我在刚刚看到你的一瞬间，理解了那些文学家。我第一次知道，他们的修辞并不是夸张。这个松紧合适吗？我在。好。你的包放在哪儿了？镜台上的发圈不知道是谁卸下来的，你还是用自己的好一些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里没有。你的包我挂在门口衣帽架上了，你要拿东西就去那里找。如果不是包里有你的学习资料，你也不会吓成那副样子。放轻松，每天下班前你都会检查一遍所有文件，在保密上已经足够仔细了。相比起来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难题，还是明天的演出。那我们现在来吵一架？我来试试吧。相比起来，还是我的问题更大一些。导演一直说我表情僵硬。你抱歉，这种类型的错误我只能想到程程，看到是你，我无法代入。我试试。我亲爱的夫人，告诉我，你今晚祈祷了吗？你再祈祷一次吧，忏悔。不行，还是不对。那一次我虽然会着急，但更多是担心你。我并没有真的生你的气。我可以卡住你的脖子，但这不是我真实的意愿，大概动作会很僵硬。这种情况下，专业的演员可以运用很多技巧来让观众相信，这一瞬间的情绪是真实的。可我做不到。这样恐怕就更代入不了了。
你忘了我说的，我无法想象自己伤害你。那我试一试，力道不合适的话，你随时打断我。不，我不会再信任你。你的死已在眼前了，你发的伪誓无法撼动我的心。不，我的心已冰冷如铁，唯有你的灵魂能平息我的恶念。是你背叛了我的埃斯蒂蒙娜，你不再爱我，你爱上了我的副将。不要再试图欺骗我了，用你的……是你的电话，快接吧。好久没与你联系了，接到我的电话不会很意外吧？也不算是有事，你可以当作是闲聊。你最近有没有换工作的打算？我知道你一直在准备威明大学的校庆演出，最近没少和校友们接触吧？怎么样？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学长学姐们，有没有很羡慕？别的毕业生回母校是衣锦还乡，你似乎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。不，你不清楚，你的能力很出色。限制你发挥的是特弥斯。如果你愿意跳槽到巴德尔来，我可以为你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你可以不再做别人的跟班，自己就能独当一面。果然是聪明人。你手头的那个融资案，巴德尔也有兴趣参与。其余的你都不用管，带着那个案子来巴德尔，佣金分成都好谈。罗宇好，下次再打挖墙脚的电话时，开场至少先问一句，对方身边有无他人。原来左律师也在啊！你还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。定妆那天，我在剧场碰见了罗宇豪，他也和我说过跳槽去巴德尔的话。
可见这个融资案对巴德尔的吸引力。特弥斯已经接了这个案子，他们想半路结下是不可能的。也许他们会搅局，也许只是日常挑拨一些人际关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更加谨慎。泰斯蒂蒙呢？你的奥赛罗呢？他怎么还没到？哦，他可是开场就要出现的，希望时间来得及。哎呀，你也赶紧去换装吧，抓紧！别慌，你现在去律所将所有文件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遗失的现象。我在去见委托人的路上，他那边我来应付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？委托人的公司里利益纷争很严重，这次的问题很可能是出在他的公司内部。我们首先要保护好证据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除此之外，也要尽我们所能，帮委托人减低损失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，是正当的、职务范围之内的事情，千万不要自乱阵脚。有任何发现，及时通知我。我的腰带呢？谁看到我的腰带了？还有我的项链，谁拿错了呀？真是的，谁把我的项链放到包里了？真是添乱！我的公司里没人泄密，那出问题的就只有特弥斯律所了。您是不信任我的专业能力？我当然信得过你，不然当初也不会专门找到特弥斯把案子委托给你。我不信任的是你的搭档那个小女孩，她那么年轻又没经验，办事肯定不牢靠。您的意思是，您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搭档泄密？您的所有指控，都来自基于他年龄和从业经验的不合理推测。左然，现在不是你护短的时候，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。如果您有证据证明我的搭档泄密，那么一切后果，我都愿意承担。可如果没有，您还要继续抹黑他的名誉，那么我会立刻终止合作，并追究您的法律责任。他是我的搭档，不是您的替罪羊。你，我接下来还有别的日常安排，事情有进展的话，您可以给我留言，我晚些时候回复。等等，这个加密 U 盘已经交给技术部门去解密了，很快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到底是谁泄密了。
啊天哪，我们的奥赛洛可算到了。你在找左然？这边的化妆区已经没有位置了，他去对面了。你们不如各自酝酿下情绪，等这一会儿台上见吧。先不用管这个案子。我已经稳住了委托人，我们先专心当下的演出。冷静，不要让案件影响了你的演出状态。事情总要一件一件的处理。我这边有了结果，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我先去化妆了。这个欢庆的夜晚，怎么能少了你，我美丽高贵的泰斯蒂蒙呢？哦，看呐，他是谁？他是这小岛之花。哦，看呐，他是谁？他以魅力征服每一颗心。哦，他是泰斯蒂蒙呢。哦，他是泰斯蒂蒙娜。在这个喧嚣平息的深夜里，我激动的心在拥抱安详中找到了宁静。炮火雷鸣离我远去，倒塌的世界离我远去，却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烦忧。是，我为你讲述过我作战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伤。你说你为我经历的危险而爱我，我亦以你对我的同情而爱你。如果死亡来临，请让我死在这拥抱的幸福中。给我一个吻吧，我的夫人，在昴星团的照耀之下。
怎么还在这儿？快去后场，马上到你了。我亲爱的夫人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不，我不会再信任你。你的死已在眼前了，你发的伪誓无法撼动我的心。不，我的心已冰冷如铁，唯有你的灵魂能平息我的恶念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泣？为什么？是你背叛了我，泰斯蒂蒙娜。你不再爱我，你爱上了我的副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吧，我的夫人。什么事？你怀疑自己的 U 盘被罗宇好拿到，才导致了泄密？你太紧张了，我从没怀疑过是你。罗宇好曾经向我们律所的许多人都抛出过橄榄枝，挑拨我们的关系，对他来说可能是顺手为之。而且，如果你随身带的 U 盘真的有风险，我怎么会明明知道却不提醒你？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不要因别人的恶意来给自己施压。委托人手里的 U 盘不是你的，具体属于谁？还要等结果。你以为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是因为怀疑你才……难怪你当时的状态一直不太对。演出结束后，我问你，你也不肯说。其实
我当时也并不是因为入戏才落泪的。我是因为你，我看到你哭了，就不自觉地流泪了。我从未想过让你流泪，不管是戏剧还是现实，不管你的伤心是来自工作还是其他。那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，女孩会选择让她流泪的男孩。我不认同这句话。不管是否走到最后，我都希望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。我不想看到你的眼泪，我会难过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哭泣？为什么？今天的演出精彩绝伦，1等奖颁给奥赛罗，实至名归。但拿到第1名，并不是我安排毕业校友们演这出舞台剧的初衷。我选这出剧目，是想送给所有在校生和校友们一个忠告：大家相识于校园，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最单纯真挚的。当你们走向社会、参加工作之后，却往往因为竞争或其他利益渐行渐远。有时让你们产生隔阂的，只是无关紧要人的一句闲言碎语，可你们却已不愿去倾听彼此了。我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遭遇奥赛罗的困境时，能够回头看看最初。看看奥赛罗与泰斯蒂蒙娜新婚的甜蜜，看看你们在校园时纯真的情谊。只要你们信任彼此，随时敞开沟通的大门，就不会给小人可乘之机。衷心祝愿所有的同学都能在人生路上找到与自己两心无间的人。两心无间。喂，今天周末你在家吗？我吗？啊。我来锦兰街的老字号买糕点，看到几款新品就拍给你了。你看看喜欢哪一种，我等下买好给你送过去。不麻烦。从锦兰街回去本就要路过你家。不过，如果你想出来逛逛的话，今天来锦兰街是不错的选择。这里正在举办威尼斯文化周的活动，来了很多威尼斯的匠人。很热闹。我刚才去摊位那边转了转，看到有制作彩绘玻璃画的手艺人，还有扮成雕塑捉弄游客的行为艺术家。更难得的是，主办方从威尼斯运来了几条贡多拉，游客可以在码头买票，乘贡多拉游威明河。贡多拉是威尼斯特有的尖角小舟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活动，恐怕只有去威尼斯旅游才能体验。怎么样，决定出门了吗？啊？
想和我一起做贡多拉？啊，我当然愿意，我怎么会拒绝你？只是想到老话说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，啊，总之是难得的缘分。那你准备好了，给我发信息，我给你叫车接你过来。我先去买票，做贡多拉的人挺多的，要排队。哦，别忘了看下糕点的照片，我买好等你，我们可以带去船上吃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